有他妈还得跑。嘿，太小了。这向北可摘星，这是今年初 Keep 做了，应该现在每公里有一个那种所谓的星系站，那些人都装饰 Keep， 然后他们做了这种相应的服装了。咱们一会儿下去是用左转还是反着跑？对，反正跑。能拍多少拍多少吧，我这电有点不够。你要真想拍，反正我家里还有一个这个奥斯啊，反正就在旁边，回去拿了再拍也行。没事没事，随缘，我一向都是随缘，没有就没有了。他们那个跑团好像只跑南园哈。对，周六的时候是奥森跑团和何亚军的一个盲人的跑团，今天大家好像刚才没有看到。周日是人大都，他们就是北园有北园的跑团，南园有南园的跑团，因为后期人比较多，上这个桥不是很好排队啊之类的，而且5公里他们比较方便补给。这就是一个盲人跑团。
真举得住，我也举一会儿，挺累。这个还好，这个别的机器比较重。朋友们，我们现在是在奥森的北园，这边就稍微感觉比南园的人要稍微少点，但也还是很多。我刚才要是没有碰见你的话，我就一圈南园绕回去，我可能也就结束了。这直接少跑了6-7公里，我估计。你先拍，等拍到没电了呢再聊。这个玩意儿冬天的电量好像确实还是差一点。对，掉得快。这些运动相机当中，冬天比较能撑的还是得 Insta 360，但是 Insta 360在这种没有阳光的情况下，它效果都不好。它就不像 Osmo 在暗光下，我觉得表现也还不错。前两天一直有点沙尘，今天空气转好了。这一条夏季的时候，是很有特色的一条，就因为这个树其实很茂密，在这儿会比其他地方会温度低个2-3度的感觉。哦，那对，当然，对地形信号也稍微有一点影响。所以夏季的时候有树叶还是很漂亮。对，看得出来。而且这条直道感觉特别适合拿来跑一跑那种 strides 间歇啥的。那一会儿北园有一条真正的直道，我们一般都在那边。哦，这样的。就在里面。你去读研究生的时候，也跑步吗？那时候不跑步，但是那个时候主要是健身跟打篮球。哦，那时候练得可壮了，我大概150斤，75公斤。当时深蹲都是150公斤，硬拉150。哦，我推，拉自己体重了。不是，是哦，100。2倍。对，2倍。
我的。然后因为其实主要是为了打篮球，对，那个需要力量。但是在美国，说实话只能跟亚裔的在一起打，跟当时在学校操场那个什么篮球馆，其实条件非常好，对，每天都有人拿机器做那个地板，但是那都不是校队的人，就是感觉就看着1.9米多，运动能力也非常好，冲过去就还能投3分，能扣篮，所以完全没法跟人家一起玩。我是 literally 第一次在美国打篮球，我就被隔扣了，就被伤心了，真的是第一次，完全没有夸张。可能我是新手，第一次就入了特别高手的局，但是后来发现这个还是挺常见的。代表回国以后，因为工作嘛，篮球还容易受伤，所以就主要就是个健身。咱们跑那边，他们在这上面比较多。对。然后从16年底，朋友当时同事，做一个慈善活动，叫善行者，好像是一个4人组队的徒步或者说轻越野的这么个活动。然后那时候连10公里都没跑过，就走过去了，然后走了10个小时，累的第2天都抬不起来。就此吧，反正还是跑步。是不是坑了？对。但是你这进步也很快，也不算很快，就是说现在成绩也还不错了已经。我比较稳定的提升吧，差不多。每年提一些，每年提个10分钟，以前10多分钟。你最近跑的一个比赛是什么比赛？我基本都是我只比越野。你像上周末北京那边，这是一个比较小众的，就是2全组织的香山10攀。OK。爬10公里，然后我又去刷了一遍赛道记录。刷了，去年就刷了30分钟。今年又刷了37分钟。我去。那你这就是主要是跟一个竞争对手很强的一个。对，遇强则强。对，竞争对手应该是北京现在就是业余这边越野最快的。OK。然后最后5小时02分钟，差一点没进5小时。所以我们呢？那你明年的目标就有了。年初带老婆去港百，冲一下15小时。他也跑，而且15小时，那也是很厉害了。港百的话，在我带动之下吧，我老婆我玩什么，她一般就喜欢练习。港百女生15小时很厉害啊。争取吧，因为他刚生完孩子1年半，就是恢复训练不是特别久，恢复训练1年吧。还真是，感觉我们这个年龄段的，这身边朋友基本上要孩子这时候比较多一些，30岁出头，30多。所以有时候在他的训练给他安排的很多都是通勤跑。回家了就总是给孩子的时间，就周末是来这边一块跑，但是通常都是早晨跑到公司。你就是北京人吗？不是，我是天津人。对。我在北京上了大学，然后去美国读的研。OK。我老婆也是。
天津的。在那边认识的，就是我同学认识的。可以。他们学习都比我好，都是北大的老师。今儿早上那个我打车过来的，然后司机特别逗，一听说从国外回来的，那你亲北的吧？我说这不是必要的吧？你住哪儿了？我住那个远大路，就是金源。前2天我不住这儿，前2天我住我同学那儿。我同学他在京东上班嘛，京东现在搬到大兴去了。他以前他们就在奥森，然后我一开始说他说回来那住他家，我说好，那就住你家。结果到了地儿跟我说在大兴。我只能说希望你落地的机场是大兴。结果还是那个首都，所以我是好远。所以我前2天还订了个酒店，我订在我朋友格飞家附近。那块儿他是北京人是吧？对，他是北京，土生土长的。他也回来了？对，他回来了，他现在又出去，各种打卡去了。前2天在杭州，今天去上海。我一会儿去上海跟他们会合去。主要跑个步，大家一起在国内跑个步不容易。我们还有个小伙伴，他也是在上海，然后过2天回美国了。我感觉你们回来这个时候比较多，感恩节嘛，对，圣诞节假多。你这举着还能跑这么快，也不容易。这全靠你带了。这要是不过你带有点好，就是你给我稍微带快点，我这电只能撑那么久的话，能拍的距离就长一点。我就看着这电一直往下掉。这几个看着挺快的哈。我那几个朋友快的都去广马了。哦，因为平常跟我们一块儿训练的还有黑马。哦，明白。因为我们就是现在耐克在北京合作最大的跑团。你们那个跑团叫什么来着？龙源。哦，对，龙源。就是耐克黑马一般就是我们因为周2在天坛，周4在奥体，所以那个黑马一般都是跟我们一块儿练。OK。我们下周2还跟耐克组织 RC 的活动，就是现在耐克自己他的小程序不是那个小程序也取消了，他就是精简自己的人手。实际上还想组织活动。对。很早就是我们一块儿现在在做北京的这个 RC 的每个月一场的活动。小月，哎，你好。每个月一场，那挺多。像你现在这个水平，如果光是自个儿练的话，是不是会觉得难度大一点，还是跟朋友一块儿练好一点？还好，因为你比较喜欢自己研究，所以这也是看你视频的初衷。一开始我记得你是20年还是21年有一个关于20年一般是对，就是这种各种训练的细节的那种视频，也是那个时候看到的。你像我平常的话，我现在的训练模式大概用的是北欧那边的方式，就是各种 double LT 双阈值double LT。对，就是我周2、周4都是1天2阈值。可以。其实这一套我在
哦，我在19年，我自己就开始试了。不过我是那种有点像可努巴那种，就是早上是 tempo， 然后晚上是一个类似于1000米间歇的那种，当然也是 double LT 的。然后为这个买的特血乳酸啊，你还搞了这一套，可以，这就很认真了，这就。甚至都想买到 View to Master， 啊，但是那个太贵了，我看了看大概5万，有点贵。最近平常，我虽然不是干这行的，但是现在奥体的训练经常是我要出计划。哦。训练。我们俱乐部主要是我跟另一个我们称之为科学家的朋友来定课表。对，这些东西研究起来挺有意思的。我也不是做这行，但是就喜欢。我甚至想着我去读一个这方面的学位吧。然后我现在大概他那些 prerequisite 课程我已经修了7%吧，这样。那你平常在哪儿修这个课程？纽大？你不是在纽约经常？不是，现在尤其自从疫情之后，virtual 的比较多。我读的那个很多是那个 Boulder 那边的科罗拉多。Boulder 居然还有这个课程，我只知道那是个训练圣地。对，他有学校的。其实运动这方面的话，那边还挺好的。要么就是 Washington State， 那个在西雅图那边那个华盛顿，我有2门课是在那儿修的。在美国的时候也不跑步，所以这些所谓的圣地都没有去过。俄勒冈，还挺想去耐克那个森林里的那个跑道去看。是。下次有机会去跑那个 Hood Coast HTC， 跑完了之后就直接去耐克参观。我的现在美国的2个目标赛事 Western 100有吗？哦，可以，你这个都直接上最高难度。因为我是跑越野。对，但你没有想要跑什么 Western State 这种，西部100这种。再抽。就是我跟朋友，你像我这边抽的最多的朋友叫海怪。或许也听过。他今天跟电鳗在南京比跃。原来就是我看了电鳗朋友圈，然后他说到一个什么又有跟海怪什么，然后我都对不上号。海怪也是，海怪他比赛相对少一点，他很喜欢那种类似半探险的那种性质，他的越野能力会更强。我明天如果去 PTL 也是跟他一起。可以。他是这些我认识抽的最多的，应该是抽了4年还是5年吧。现在看好像就是必中是9年，到7、8年以后就有差不多50%以上的概率。那就很高，那也是很多年了。但是我这个 Hard Rock 就这很难是吧？它因为人数太少了，每年就40个，所以这个我30岁那年去跑的 UTMB 的 TDS， 然后想的是40岁或40岁之前去跑Hard Rock，推荐谁喝？但是感觉现在还有5年的时间，能抽上的概率不高。
说要抽上了西部100，估计主要有时间跟那块睡个觉，后半程做个肥好。可以，那个是，对，那个是允许 Pacer Crew 的。马上就回到那个起点。这电已经快没了。那已经可以了，感觉一个也拍了快1小时。主要是，它昨天只有50%了，没有充电。这是新机第一次用。我没仔细看，你那个机器是丢了吗？还是掉了？掉了。不知道到哪儿去了。那么我们现在又从北园要回到南园了。不过这边过去了之后，我可以先把它机器暂停，之后再从刚才我遇到你的时候再开始，这样我回头把它拼一下，也许说不好能拍完。所以你也看到这儿确实有点陡，他们如果有跑船，来回穿的话费点劲。也是，我想的是，他们想的5公里是不是5公里好补给之类的？而且元大都他们就是周日选择南园，也觉得南园坡多，哦，他们希望增加一些训练的难度。等于说我那会儿从这个桥过来之后，我就转了，我其实应该上这儿。对。不过也好，这样就碰见你了，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天气转凉了，我肚子里装着热腾腾的饮料。
啊，不介意。看你视频。啊，谢谢你。不过我今天想拍一下那个奥森的10公里的全程。但是你走错了呀。啊？刚才这已经是能撑多少撑多少。差不多还有1.5公里左右就回到南广场。我们按咱们现在的配速，可能差不多8分钟。咱们要不要？我这表是423这1公里。我今天是原本准备5分多钟慢摇，然后跟你相当于节约了10多分钟，然后这10分钟刚好够我拍摄。快来购买吧！我看明天北京是要下雪是吧？对。我看上海是下雨。那你们约跑下雨也挺烦的。哦，下雨没关系，下雪也没关系。北京其实如果有时间，北京下点雪，山里还是挺漂亮的。对，我其实也挺爱越野的。我在跑很多的马拉松训练之前，我就自己喜欢去山里头跑。那时候也不拍视频什么，就自己玩。我一会儿能加你一个微信吗？当然。好的，感觉今天聊得非常开心。要不是你的话，我就一个人非常无聊的绕一圈。来一趟总得把这个奥森整个跑一圈。没事，因为我就住旁边，所以下次过来可以找我。对，下次我就找你。我时间相对自由。疫情过了以后，争取还是1年回来一趟。我姑姑他们都在波士顿生活。哇，那你应该来呀。之后吧，之后我估计后年会回去跑个波士顿。然后最好的朋友在今年刚带他北马破了3。哦。但是他估计还没到 BQ， 明年跑完 BQ 了，后年了。那应该年龄组应该升了，35的话应该升了，少5分钟呢。他今年北马就破了12秒，最后也是拼尽全力。应该35，那就差不多35是305，他就相当于 Q 了5分多。好，开始报警了，咱也快回去了，太好了。你也可以先观察，最后录一个，最后到韩国还有500米。好，没事儿，最后结束了咱用手机录也可以。好，我今天早上打车从这儿进来的，然后
我沿着这条道进的，我去把包存到了特步那儿，好的。太方便。朋友们，我们回到了奥森的南园，我的南门。我也算带着大家打卡了一遍了。哎，您好。对对对，回到这儿我就一圈就结束，太棒了！好，朋友们，哇！还好被我用脚接住了。好，朋友们，我们今天结束了奥森的，其实它是10.5公里跑的，特别感谢刘洋兄弟的介绍，帮助我走对了路，不然我今天就跑不了10公里。然后，希望接下来有机会在美国能见。是有机会，因为去波士顿的时候去找你。好的，下回那个等你来，我跟你